好，我们来首先来大概的构一下图，好吧？来，先构一下图，画个圆吧，咱们画一个圆吧。好，69，直径69的圆。好，我们找一下中线的位置。好，大概的来构一下图哈，其实都很好构图的。等你画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构图就这么简单。我们一朵花，我们在主要的位置先画一朵，一朵上面你一幅画面可以画一些其他的啊，画2朵，上面画一朵小的，一朵大一朵小，它又有大小的对比关系。然后我们在旁边再来一朵，让它又有一个多和少的对比关系啊，这样去安排。然后叶子底下有叶子，上面这里也有一些伸出来的叶子，也要有一些伸出来的叶子哈，也有一些底下这个花底下也要有一些叶子。好，这一组的话也是一样，这一组我们让它跳出来，这里也画多一些叶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如果多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要最后看情况啊，画点芭蕉呀，画点什么画点这个樱花呀，什么的都可以。我们要看情况，看到时候画完之后，画完前面的这些主要的一些物象，那其他的东西都是为了衬托这个我们主要画的这个牡丹花的这个物象的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我们先画完之后，看这里的空间感啊，空间感多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加一些东西进来。好，大概这样子哈，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这一片是叶子啊，这里是叶子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多少的对比关系。那这一组肯定是最多的，我们可以把这边跳出来有个1、2、3组都可以啊，不要整体画面感不要太散了，不要到处都是这里一组那里一组很散。那我们要把叶子，你看一下，咱们这个画的，随便拿出一幅图来看，都能看出个1、2、3的这个叶子的一个组合来。比如说这一幅啊，你看这里是不是一组叶子特别多的？这里是一组，那这里是第2组，这里是第2组。那我们偶尔会有一些跳出来，为什么这里要跳出来一组？跳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让整个画面的这叶子都在一堆啊！你看第1堆、第2堆、第3堆，或者是你把这里当一堆，这里一堆，这一组把它跳出来也可以。你看有密的地方，有很密的地方，疏密关系一定要有哈，还有多少的对比关系，疏密的对比关系，大小的对比关系，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都要有。怎么裁这个圆是吧？我再教一下大家哈。我来拿一张纸给大家，拿一张纸。首先你要裁圆，得要有一个正方形的纸。要裁圆得要有一个正方形的纸啊。正方形的纸，我这个纸都不是正方形。拿你的纸，如果不是正方形，你先这样子对折一下，然后裁掉这个多余的这一块。啊，你这样子两边对折，它就成了一个正方形，知道吧？这个角啊，这个角这样子对折一下，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正方形了？是不是一个正方形？然后你再把这个多余的这里，把多余的这一块给裁掉它。好，把多余的这一点裁掉它。我们现在教大家裁圆啊，就是没有圆规的情况下。当然我还是喜欢用圆规，因为你用这样子裁的话，你这样子折的话，它是有折痕的。那这现在是一个正方形是吧，家人们？一个正方形，2个角对折第1下，这是1下对折第1下啊，然后再对折，第2下啊，对折第2下。好，对折第2下。再对折一下，再对折第3下，再对折第3下，再对折第3下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量一下这边有多长，量一下这边有多长。来，你量一下这边如果说是15厘米，15加2。17厘米，那你这里也要量到17厘米啊。
那这里也要量一个17厘米，在这里做一个记号，这17厘米这里做一个记号啊，做个记号，然后你再沿着这边两边把这两边的线给画一个半圆弧形，弧形不要太弧了啊，画一个弧形。然后用剪刀把这个沿着这个画的这个弧形剪掉，然后就剩下了就是一个圆了，明白吗？学会了没？圆规更方便一点，就没有折痕。你看这样子自己折了，它是有折痕的，看到吗？有折痕的。好，颜色，大家今天想看什么颜色的花？亲爱的家人们，想看什么颜色的花？我们今天也是画我们自己心中的颜色，好不好？我们自己来定颜色。加3绿，加胭脂。那我们画一个紫色吧，画一个紫色吧。看一下我们用什么紫？玫紫色吧，玫瑰红、太青蓝、紫色。好，我们用这个颜色来画一个颜色，玫瑰红配太青蓝，它就是紫色，然后再加紫色，紫色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深色来用。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那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吧。胭脂3绿，太白3绿，还有胭脂。颜色没有具体的比例，咱们是在画画，不是在做数学题，没有具体的比例，就是凭着感觉来，深一点、浅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颜色调变了，这个3绿、太白3绿和胭脂，你们可以看一下，在直播间看一下它的色调，你大概让这个白色它不是纯白色，让它颜色在这个白纸上画出来有明显的变化。有明显的颜色不一样，它就可以了。你说怎么称比例？你不可能把这个颜料拿去一克克的去称的，没办法啊。而且画画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不能太拘谨了，越拘谨你越是这个画不好。就是不要想着这个，咱们画画不是在做数学题，它没有对错，它都不是错误的，都是对的。只是说你的颜色调多一点，你的颜色跟我不一样，只要你调均匀了，只要你颜色调均匀，只要你把颜色的这个色阶深浅变化调出来了，你都是对的，明白吗？明白吗，亲爱的家人们？加太多了，这个笔不能朝着我的笔尖，朝着我的笔尖很容易把它加多了。所以我们这个3绿和胭脂放在这个碟子边上，慢慢往里加哈，慢慢往里加，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你看这个颜色，你画在这个白纸上，在这个白纸上，它有明显的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区别，有明显的颜色区别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要画出来，画在这个纸上跟白纸混到一起了，看不出来。好，我们来把今天要用的颜色先挤出来哈。玫瑰红，这个玫瑰红快用完了，玫瑰红、太青蓝、紫色。
我们先调一层这个玫瑰红和太青蓝一起哈，玫瑰红和太青蓝调到一起。好，这个玫瑰红和太青蓝调在一起啊，玫瑰红和太青蓝调在一起，它成为一个淡紫色，淡紫色。然后我们笔尖再调这个紫色，笔尖再调这个紫色。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试一下这个颜色。觉得颜色可以吗？觉得颜色可以，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这颜色怎么样，亲爱的家人们？你想红一点，我们就玫瑰红多一点点；想紫一点，我们就太青蓝和紫色多一点点。好，我们开始画。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创作。第一朵花，咱们画的这个这个是中点啊，这个是中点。我们画的中线，中点偏左，然后偏下一点的位置，中点偏左，偏下一点的这个位置，来画我们今天的第一朵花。我们今天说画的是紫色的。这个是不是写生的？今天也不是写生，这个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把它摇一下，重新补充一点点底色，轻轻的用这个笔肚去蘸一下这个底色，补一点底色进来，然后我们调这个紫色，调这个玫瑰红，调玫瑰红。然后调一点紫色，想偏红一点啊，想偏红一点，我们就玫瑰红多一点；偏紫一点就紫色多一点点。好，我们开始，来先画第一个花瓣啊，再来慢慢的延伸。补充颜色，不停的要去补充，笔上要不停的补充颜色，保持这个笔上的颜色。我们今天也还是画一个这个包菜型的吧啊，就是不同。我们包菜型我们其实画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要画出各种不同姿态的啊，就是画出各种姿态的，也可以让它更张扬一些的姿态。比如说我们之前都画的很中规中矩的，之前画的很中规中矩。来，我们后面可以画一些各种姿态的，各种姿态，我们可以自己去画自己心中的花。我们有的时候写生的时候，它的花还没有那么就是长得那么这个是吧？就我们可以自己画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印象去画。好，这是包起来啊！你看一下，我们中间上下两边包的这种感觉已经出现了。好，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颜色，补上一点深颜色。那我们现在画的这些花瓣都是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要画第二层的花瓣，沿着这前面的一个花瓣的边缘走啊，沿着它的花瓣的边缘走，还是要这样子包起来哈，还是要包起来。因为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写生，
我们的每一朵花都是自然界的自然界的艺术家创作的。这几天我们画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心中的花，那我们不能说每一次都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脱离这个写生。我们经常在直播间是带着大家一起写生各种花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也是脱离写生画的一个花头哈。就是你画到一定程度了，可以脱离这个写生去画了。刚开始的话，写生的话其实也是挺难的。你要写出这个花的这个灵动感来，你把这个花写出来不难，但是你要写出它的姿态，写出它的美，这个就难了。好，来慢慢还是要把它包起来，越到中间的这个花瓣要颜色越来越深，所以我们要经常要补充这个颜色，补充的深一点哈。好，中间包起来啊。先补充这个玫瑰红，然后补充这个紫色。太青蓝我们有的时候加，有的时候不加，我们看底下的后面的花瓣，我们再去加这个太青蓝。好，这个口要封起来，那这些花瓣可以自己编，让它有小有大，有大有小。中间这一块我们先留着啊，中间肯定还是要把它再画多一点这个花瓣啊。好，这个大的这个反瓣，我们中间要再加花瓣，再加一个叠加的一个层次啊。家人们，你们学习的话一定要从这个基础课开始看，基础非常重要啊。就是所有家人们一定要打好基础。好，这个笔尖的颜色调的不够均匀。看到吗？这一笔的笔尖颜色调的不够均匀，它笔尖上成了一条线，它就是不均匀啊，所以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我们画这个包菜形的话，这个算是一个包菜形啊。画包菜形，我们就是这个用笔要这个慢一点，就是要把它刚开始我们学习就要把它画好，把它的形画好啊。那以后的话，画快的话，画什么花最快呢？是画那个绣球形和银耳形是可以最快的。比如说你出去参加什么笔会什么的，你就可以画那种形的花。好，这两个啊，我们再来对面来一个小一点的，让这一块的花瓣让它很长很长。颜色也越来越深哈，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的进来，好，这里再来一个，好，让它这里成一个卷起来的花瓣。好，这里再来一个，让这一块，你看这一块的小的花瓣，长线条的花瓣，我们就看它的形状啊，你看圆形的、大的，还有这个小的，还有这个长形的、长条形的花瓣。那整个花瓣在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形状也是非常重要，你要有变化，不能每一个都是中规中矩，画的圆乎乎的。好，先补充玫瑰红，然后再补充紫色，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颜色调均匀了，这个花画出来才会好看。
看一下哪里还要再加花瓣啊？哪里加花瓣？这一块啊，这一块再来。好，这个反瓣怎么画，在我们的基础课程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个分解啊，都会有详细的分解。我们偶尔在直播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分解，但是直播的时候还是画作品的时候比较多。那你偶尔有碰到在直播间进到直播间有碰到讲基础的时候，也要认真听，会偶尔会有直播间会讲这个基础的分解。好，这里再来一个卷瓣啊，来一个卷瓣，两个反瓣啊，中间两个反瓣对面来，我们就可以画一个卷瓣出来。好，这里再来一个花瓣，我们画出多一点这个姿态，多一点形状，可以夸张一点哈，夸张一点形状哈。这里再来一个，这一笔的话，笔尖上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所以我们自己在画自己心中花的时候，我们笔上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有的时候加底色我没有拿到镜头下来，但是我有讲哈，我讲的时候就是你笔干的时候就去加就对了。就有些家人说，老师加底色没有在屏幕里面，如果说我每一次加都拿到屏幕上就挺麻烦的。所以说你们知道我有讲，就是笔上干了，笔上一旦干了你就去加底色就对了。你笔上画不动的时候肯定是要去加底色嘛。好，这个后面我们再来一层哈，再来一层，再来一层，这个花瓣还挺大的啊。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再加花瓣，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的。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这两个花瓣有点点类似大，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不影响。一两个还差不多，尽量不要太多的花瓣是类似大小的。好，我们这边也要去延伸哈，这边也要去延伸。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一块先画了吧，把中间的这一块的正瓣先补上。之前我们画包菜形是把所有的反瓣都先画了，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画熟的时候，意思你在到画作品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你画熟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花费。好，我们先把这个花瓣的正瓣补上。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你看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它才会有层次出来。如果说你的颜色调得不够深，它这个层次就体现不出来。好，把这个正瓣补上。好，这个正瓣先补上。这个正瓣补上之后，我们想把这里来一个卷瓣啊，卷起来，从这里来一个卷起来的卷瓣。好，这边要延伸一个花瓣出来。好，我们笔上现在又干了，我们又得要去补充一点底色了。笔上干了，我们就去补底色哈。底色有个沉淀了，我们就再去把它搅一下，因为底色的话它容易沉淀，它放一下它会沉淀。我在现场看到有些朋友底色沉淀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底色沉淀了，还继续这样子去蘸。蘸之后，它全部蘸的是表面的那一层水，所以你要看到它沉淀了，你要再用洗干净的笔再去把它搅一下，然后再重新去蘸啊。
好，这个后面这里也要再来一些花瓣啊。看这个花瓣怎么走啊？好，笔尖再来沾一点深色，我们上面这个花瓣可以颜色可以浅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调色是调的比较浅一点的颜色了。好，这让它有一个重叠的，然后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那里面还有更小一点的，让它显得层次更多一些啊。把它的层次让它更多一点。好，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对面的。好，这些都是要去补充正瓣。我们画的这些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画。大家说像跳起舞来，我们就是要让它跳舞起来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补充里面的正瓣啊，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要更深一点，所以我们的调色的时候要调得更浓一点啊，调得更多一点。先把这个玫瑰红啊、太青蓝啊调在一起，调多一点哈，调多一点。然后这个紫色也是啊，紫色也是调多一些，调深一点哈。补充正瓣，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深，不然你颜色跟这个反瓣的颜色在一个色调上的话，它的颜色的层次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深浅变化。那我们先从这个最中间这一块啊，这一块才开始补。好，把这些小缺口里面的这个正瓣都补上。这些地方没有办法大笔一挥，你只能小心翼翼的。好，这里来补充这个正瓣啊，补充正瓣。好，先把这些正瓣啊，都补上啊。补充正瓣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太圆了，我们要有一点点节奏感，它会更好看一点。有的时候笔尖可以蘸一点太青蓝哈，有的时候笔尖可以蘸一点太青蓝。好，我们现在是在补充这个里面的正瓣啊，补充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这些花瓣我们要小心一点点的去补啊，颜色要让它有一点变化，紫中带一点蓝，蓝中带一点紫。好，小的缺口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你只能小心翼翼的去补充。好，补充一点紫色，先补充一点紫色，然后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太青蓝。太青蓝它有两个作用，它可以和这个玫瑰红一起调，也可以调在笔尖上。有的时候它是调在笔尖上，
调笔尖上，它的整个颜色它又更深一点点啊。它和玫瑰红混合在一起，它又成了一个淡淡的这个紫色，所以它在我们这幅画中，这个紫色它这个太浅蓝，它不光是调在这个，它不光是用在这个好伸出来一点点哈，它不光是这个什么作用啊，不光是跟这个调到笔肚的作用，它还有调在笔尖上的一个作用。好，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补充正瓣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所有家人们，调色调均匀呢，这个花才会好看。好，笔上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啊，笔上再来补充一点深色。好，这里来补充一点点这个正瓣啊，所有的这些缺口，反瓣的这些缺口里面都要补上这个正瓣啊，和这个缺口也是可以补上一点点啊。笔尖像这种花瓣，你笔尖就要沿着前面的一个花瓣走，笔尖要连着前面的花瓣去走。那笔肚你可以往外延伸，你也可以不延伸，你也可以把它延伸大一点，延伸小一点，就看你想把这个花瓣画多大你就画多大，好吧？好，我们要让这朵花给跳舞起来。然后我们来调一点玫瑰红，我们到上面的花瓣啊，颜色更浅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颜色调少一点点。你要看着你要画哪里的花瓣啊，看着画哪里的花瓣。比如说这个花中间的这些花瓣，你就可以很深。那到上面啊，到上面这些花瓣，你就可以浅一些啊。好，这也是一样哈，要补充正瓣。那补充正瓣这一块的这个颜色，这个缺口这里的颜色还是要深一点。好，这些小的缺口都要补上。好，这个花瓣我们看一下补成怎样的一个花瓣啊？那补成这样子也可以啊，补成这样子，再往外伸展一点点，就不要太圆了。这个花瓣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好，这个花瓣就先这样子哈，先这样子。我们到上面的花瓣颜色都比较浅一点，所以尽量调色的时候调少一点，不要调那么多哈，不要调那么多。注意花瓣的颜色，整体的颜色的一个深浅变化，然后整体的一个物象的一个虚实变化，花瓣的一个大小变化。你要是有这个，要记得我一直给大家讲的这个画理关系啊。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也有这个理论这一块啊，理论的就是给大家讲这个画理关系的理论知识，所以说我们经常在画作品的时候也经常会带着讲，所以大家要形成这一个印象，形成这个我们在画作品中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花瓣啊大小变化，你尽量不要把花瓣都画成一样的。你一看这朵花瓣都很平均，大小很平均，这样的花瓣它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要画出它有变化。你看这种变化，宽的、长的、深的和浅的，各种各样的花瓣都要有。好，我们来补充这一块的，这一块颜色可以更浅一点。所以万一如果说你现在笔上的这个颜色很深，你可以把笔去洗一下。来，我们先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紫色，我们先画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瓣啊，这个花瓣的颜色会浅一点点啊，再加一点紫色，整体的它的颜色会浅一点点。整体的颜色都会浅一点点啊。
就是我们不用把每一个花瓣都画得特别清晰，可以画的虚一点点啊，因为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虚的这一部分。一幅作品一定要有这个虚实的这个变化，要有这个虚和实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块啊，这一块我们就把它当成这幅作品里面的虚的一部分。好，这后面再来一点点啊，再来一点点。好，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一朵花的虚的一部分，它颜色整体也会浅一点。你也不用把每一笔的这个正反半都把它分得清清楚楚，就让它朦胧一点哈，就让它朦胧一点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补充这一边的这个正半。好，颜色要补充，要均匀哈，调色不会调色的朋友，调色调不好的朋友，仔细的去看咱们课程里面的调色问题解答1、2、3、4，那里面对调色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解。好，把这个反半里面的正半先补上。好，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这个花瓣似乎有一点点圆哈，似乎有一点点圆，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有点圆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画一个，再来画一个，再来让它再延伸。下一个我们画一个更大一些的花瓣。让它包到这前面一个花瓣的后面去，让它往后包，让这个大的花瓣大的非常的夸张，就是要夸张哈，夸张化，让大的就更大，让大的花瓣更大一点。好，不够大我们还可以再延伸一点点啊，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用这么大一支笔，你看我用这么大一支笔，还一笔没有办法画到那么大，我们还要分几笔去延伸它。所以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一支笔，就是这个原因。大笔要画大花瓣啊，大笔它既可以画小花瓣，又可以画大花瓣。好，这里还要再来一个花瓣啊，这里要再来一个花瓣。让它包到这一个花瓣的这个前面来，这个缺口这里稍微小一点点。好，我们这些缺口这里可以回一下笔啊，包括这些缺口也是一样，缺口这里可以回一下笔。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花型哈，我们现在就要调整外形了，看它的外形了，现在要调整整个花的外形。我们再补充一点玫瑰红、太青蓝，还有这个紫色。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花的一个外形，需不需要再去调整？好，我们把这里再补充一点花瓣，看一下觉得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我们就哪里去补啊。这里补充一个花瓣，这个缺口再补充一点紫色，这个缺口和这个缺口有点类似，我们把这个缺口再补充一点小的碎花瓣进来。好，这个缺口再补充一点小的碎花瓣，然后这两个花瓣的长短、长短好像有点类似，那我们把这个花瓣再往上包一点点啊，
再往上包一点，把这个平的再来调整一下，平的这一块再来调整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啊，再看整体的这个整朵花的这个形状啊，看整朵花的这个外形，还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的地方？看一下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去调整。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加一个花瓣。哎，颜色有点深，笔上这个时候笔上的颜色因为画了底下这个深色的，所以笔上有点深。我们把底色再搅一下，重新，感觉上面有点薄。画完再看，画完再看，再来调整，好不好？画完一个上面很薄的话，我们上面再调整。好，这一块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好，来补充玫瑰红，补充紫色。一个反瓣，然后补充一点正瓣进来。补充一点正瓣进来。这一边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花瓣先补上。里面花瓣我们先把里面的花瓣补上，我们把花心再往下移一点点，往下移一点，看一下上面会不会薄。上面如果薄的话，我们上面再来加层次，好不好？再来加层次。上面我们来先把这个花瓣中间的花瓣的部分先补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要不要添加层次啊。好，笔尖上紫色更深一点，越到这个花心的中间，这个颜色要越来越深，要更深一些哈。好，可以加一点太青蓝，加点紫色，让颜色更深。来，再看一下它是不是中不中间，这里薄不薄？如果这里还觉得这里薄，我们就这里再来补，好不好？薄吗？还觉得这上面会薄不？会不会薄？上面会不会薄？如果不会薄的话，我们就不加了，因为现在看着它这个花型还挺好的。如果万一加了，万一加了它不好的话，还更不好。就是我们现在自己去创作这个花的话。画自己心中的花的话，我们可以自由的花飞，让它跳起舞来。那写生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花型呢。今天的第一朵花就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姿态也挺好的。好，我们上面再来画一朵，这个花苞吧，包起来的花苞。
好，我们在上面画一个半开的半开的吧，包起来的。好，还是把底色再来，把底色搅一下，把底色搅一下。底色有的时候沉淀了，我们重新把它调一下，我们再开始画。好，我们先来调这个玫瑰红，先调玫瑰红。然后调一点紫色，调一点紫色，玫瑰红加紫色，两朵的话颜色可以让它有一点区别。好，包起来的啊，我们画一个这个快要开放的含苞待放的一个花苞。画一个含苞待放的一个花苞。好，让它包起来哈，让它包起来，正面的。好，一个正面的一个花苞啊。笔上没有颜色，我们就补充玫瑰红，还有这个紫色。这个花苞我们可以把它偏红一点。好，这花苞它也有延伸开来的花瓣，伸展出去的，有几个花瓣让它伸展出去。好，补充这个笔上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补充颜色。如果说你的笔已经调不动了，说明没有水分了，我们就去补充底色，后面加一层。好，这里面再来加一层。笔上现在干了，现在干了，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好，这里再来展开一个，这边也展开一个花瓣。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笔尖要一直补充这个深点的颜色进来。好，外面再来一个包起来的。好，我们先把中心的，我们画一个，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包菜形，正面的一个含苞待放的，它不是，它也那花苞它肯定算是包菜形了，含苞待放的，就是快要盛开、快要开的这种，还没有开，马上就要开的。
好，来补充颜色。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画一朵啊，在它旁边这里再画一朵。这里画一朵什么样的呢？画一朵这个，画一朵这个什么？夸张一点的好不好？画一朵更随意的、夸张一点。看一下在不在镜头里面。画一朵这个皇冠型的，亲爱的家人们，咱们画一朵皇冠型的好不好？好久没有画这个皇冠型的，是不是？是不是，亲爱的家人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画皇冠型的？我们画一朵皇冠型的好不好？想要看皇冠型的吗？皇冠型的，我们就是那种快要凋谢的那种花型啊。用笔要更大胆一点，更随意，更大胆一些。我们把花心画到这个地方，先大概看一下这个花心的位置。好久没有给大家画这个皇冠型的啊。就是盘子这些颜色去画。好久没有画这个皇冠型的啊，这个花瓣一定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好，底色已经没有了，底色没有了，我先不用底色了，不用底色，就直接用颜色吧。水分有点大，还是要控制一下水分啊，要控制一下水分。看一下这个花型，啊，要有这种小的、大的这种变化。好，把这个中心的这些地方，想让它更深一点的，把它加的更深一些。
好，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让这个深色的蓝色的在中间也有一点，让它更深一点。整体的这个花它现在颜色是偏深一点，但是我们待会儿它干了之后的颜色会变浅一点。好，我们把中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啊，最深的这个紫色啊，太青蓝，把这个心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画花心的，我们把它填上最深的颜色。这个皇冠型的就很快就画完了。皇冠型的就是这个花它开到有一定的程度了，已经开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就是好久，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画这种花型了？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那这个花型它主要它的美，花心特别重要。这种花型把花心画好看了，这朵花它才好看啊。好，我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再加一点点啊？就想要调整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再调整一下。基本上也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来，我们加上一些花心。好，这个小花苞里面露出一点点花心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用这个三绿，用三绿加点胭脂吧，来点胭脂，画一个花心。
好，这里画个花心，花心上画这个像长出来的这个小芽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花心特别重要。哎，我们这个花心先用胭脂来画。这个花心的话，家人们，你们用那个更小一点的勾线笔。好，我们来画一下花心啊。哎，把镜头拉近一点好不好？好，我们先画这个花丝啊。这个花丝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胭脂，现在用的这个胭脂，待会儿我们再用其他颜色再稍微的再提一下。这个皇冠型的就是这个花心特别重要。这个花的话，为什么这么画？就是花心它有各种各样的花心呀。像这种花的话，它就是快，其他的有一些花瓣掉了，还有一些花瓣，那还有一些花瓣没有掉，它就是很长。它有这种花，我之前有在直播间给大家有看过，但是我现在手机上找不到。现在手机上有的时候你突然说想找这个花心，又找不到了。就是牡丹花的花心，它不是说都是一种，它每个很多种啊。这种花心就是特别体现花心的美，这种花，它的花心都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也是一组一组的画，让它有一点，你的花心要沿着花的形状去走。你看这个花心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的花心它就有一点往上，这个花瓣也往上反展过来了，它的花心也是一样啊，往上反展过来。好，这里来几颗反展过来的。
一组一组的哈，花心也是一组一组的。笔上如果太干的话，你就去蘸一下水，用笔尖去蘸一下水，然后再去调这个颜色。那一组一组的去画。这样花心还可以再往上延伸一点，哪里需要再有跳出来的更夸张一点的，也可以再跳出来。好，这个花心差不多，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再蘸这个黄色的，用这个最小的这个勾线笔，再来扫一点点这个花丝。花丝我们本身用这个胭脂已经画了一次，我们让它的这个花丝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渐变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离着这个花心的这个蕊这里再扫一点点，看着花心的这个形状去扫，不要扫太多了。